大家好，我是电脑阿达。那今天会为大家简单介绍一款DJI 最新推出的 DJI Osmo Pocket 3。而我从很久以前就到处跟人家讲，只要Pocket 3它的感光元件升级到1寸我就不啰嗦，直接换新机。不过这次因为看到网络上第一时间开箱的一些介绍影片它的进步幅度还是超出我的想象不少。本来说这台机器我是没打算要开箱的因为官方没有找我已经错过第一时间开箱的时机了，而且大部分的开箱影片都讲得非常的详细。原本是没打算拍开箱不过看了一下网络上的一些介绍影片似乎对开箱环节跟它的部分配件没有做太多的琢磨。那我问了一下，就是说其实那些官方邀请的他没有拿到完整的配件，所以它跟市售版是有差的。那另外呢，就是说那些大部分分享的人呢，他们把 Pocket 3呢跟 ZV-E1 2代那台相机拿来做对比。虽然他们两个都是定位在拍 Vlog， 但是我是觉得并不是太适合，因为我觉得会买 Pocket 3的这种族群，大部分都是用旗舰手机去做拍照录影的，用这个族群去比会比较合理一点。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ZV-1 2代虽然它也是主打 Vlog， 但是它本身还可以当一台不错的小相机使用，而且它在轻巧跟携带性方面跟 Pocket 3也不是同一个等级你怎么样它都要这么大吧。那个你放在口袋不是那么好放，那这根就长长一根而已，重量又轻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不是用这两支来比。我觉得就是大部分会用这个拍的就是用手机来记录生活的，主打就是拿出来就立刻拍不用想一些有的没有我要构图干嘛的不用再装上手柄上山走因为小相机可能就会做这些事情，拍起来比较不会那么抖。那所以呢，我想想，我干脆来拍一片跟 iPhone 15 Pro Max 来做一个对比。如果你也是用手机来拍片的族群的话那看完这片你应该就会比较了解说你是不是应该买一个 Pocket 3来使用。那接下来我们就直接进入开箱环节。那这一台呢，我买的是全人套组，它的配件是不太一样的，等一下我们拿出来一个一个看那个在现场呢其实我买的时候就有些东西被店员拿出来弄了他是说现场买，像联强那边有要求说一定要当场拆，他可能怕人家转卖吧。那这个是他随机器卖的一个机型包这个是全人套组才有的。这个盒子呢，就是它的收纳手柄。之前呢 Pocket 2也有一个收纳手柄，它的收纳手柄是比较大比较粗一个。它这个包真的蛮好用的它的开口是朝上。那我们这边拉链先拉开，看里面有什么东西。首先这个就是 DJI Osmo Pocket 3续航手柄。以前的全人套件有一个续航手柄那个时候的续航手柄它除了说是电池以外，本身还具备一个 Type-C 连接埠还有 WiFi 的模组。但是呢，现在这一代 WiFi 模组全部都已经内建在里面了，这个就单纯的是一个续航的电池，它有950毫安时，这边有一个 Type-C 的连接埠。那下面有一个1/4寸的一个云台锁孔就可以让你锁在支架上或自拍杆上。这个呢，它的功能就很单纯了，有一个 USB 连接埠，然后下面有一个云台锁孔。这个呢，在第一波开箱的里面，它就没有拿到这个东西。发现蛮多人问说为什么这个手柄那么短。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讲为什么他们会有这种怀疑。那下面这个就是一个小的支架，锁上去之后可以让你放在桌上拍一些像缩时或者是拿在手柄上加长的。那这一个呢，就是 DJI 麦克风的2代，它本身呢还具备录音的功能，就是说你只要开机连线之后，他们两个还会直接开始录音，送一条充电线。那这个呢就是麦克风的兔毛。还有一个是它的手带。那这个就是广角镜。它本身已经是个20厘米的一个镜头，再加上这个镜头之后会变更广。最后这边这个呢，则是个磁铁片。那大家可能怀疑是在干嘛？它就是这样子吸的。所以你可以像我这样子这个麦一样吸在衣服上，不用夹。我跟大家讲一下，如果你买一般套组的话，你只会有什么？第一个你只会有这个 Pocket 3，然后一般的这个底座，就是云台底座，手绳，然后这个盒子，还有一个 Type-C 连接线。这是买一般的套组的话，
它只有这几个东西。如果你买全能套组，它就会有这个包，还有这个麦，还有这个广角镜、续航的手柄。那这一支它本身就已经内建了1300毫安时的电池，官方号称可以录166分钟，而且它支援霹雳充电，可以在16分钟呢充到80%，32分钟充饱。我自己实测真的是充电是蛮快的。它的 DJI Mac 2呢，它是随开即连，而且它支援机身内录音，麦克风本身也有录音，这样子呢在拍摄的时候会多一分保障。侧边这里它可以装记忆卡，那最高可以装512GB。那个人建议你要买，你就一定要买 V30 的记忆卡，才不会高速这种连拍的时候会有问题。那简单为大家讲一下 Pocket 2跟 Pocket 3的一个差异因为 Pocket 2在 Pocket 3我看到的第一时间我就已经上网把它卖掉，所以我也没办法两者拿来给大家做比较。它除了感光元件从原本的 1.7寸分之一呢，直接提升到1寸的感光元件以外，它的机身萤幕上一代的1寸提升到2寸。跟之前那只一个小小的只占中间一小条的那个区域来讲，它的显示的区域范围整整大了5倍。那它萤幕亮度也由上一代的500尼特提升到700尼特。因为它的这个萤幕变大，所以它的操作跟构图也更加方便。不过呢，换来就是它的机身重量比较重。光这种机器如果你是站子，做站子用的话，它的重量就比前代重了62公克，而且也变得更长更粗。不过如果说你没装的话，它可握的区域就会非常的小。那另外上一代这一个区域，它本来是可以拆卸模组的，那现在也是透过WiFi 直接连线。这一台本身它可以拍 4K 60帧跟 4K 120帧的影片，而且它还支援直立拍摄。不过在这个状态下呢，它的画面就变成只有 3K。原则上可能就是拍抖音其实我是觉得够用那近拍部分它大概可以对到10公分左右。那比较详细的一些硬体规格比较跟介绍，建议大家可以看右上角连结的那个影片。那是那个阿达朋友拍的，我就觉得他拍的已经非常详细了。那在操作部分呢，只要我们这样子萤幕转动方向，这种开关机，或者说我们可以直接开这个电源，按住不放也可以开机。这一代有个特点就是你看我这样按住关机之后，它是会自己磁吸锁定的，就不太会动。不过不像前代是锁定大概10几秒之后，它就会自己软掉。那这一代它是会磁吸归位。如果你没有放在这个保护壳里面直接这样子拿的话，它还是很容易不小心一碰，碰到它就跑掉了所以这一点也是要稍微注意一下。那刚刚讲到麦克风部分嘛 ，Pocket 3是可以支援2个 DJI Mac 2的，不用买任何接收器就可以直接用。但是如果你有买其他的麦克风，那你可以直接接在这种 Type-C 的连接副，然后直接用你自己的麦克风也是可以的。那接下来讲到它的使用界面部分，大部分的功能都可以在画面中直接设定，像它左下角就可以切换摄影模式，左中可以设定跟随构图或者是像全面启动那种运镜效果。你由上往下滑就是设定，由左往右滑是读取照片跟影片，播放的时候也有声音，还不小声由下往上滑呢是设定影片的解析度，还有它的帧率。由右往左则是设定美颜那些功能。但是美颜这个功能如果启动之后你必须把影片再传到 APP， 让 APP 来帮你处理美颜的效果。而且在那里面还可以设定各种参数，你只要点它的上方有个 Pro， 那边就可以设定比较细节的东西。那如果你透过 WiFi 跟手机连线的话，你可以得到一个更大的画面，可以去进行构图跟操控。就跟之前前一代一样，只是说它现在就不需要一个硬体设备来连，直接手机就可以用了。那在这个状态下，你也可以去设定用脸书直播、YouTube 直播或金耀直播。那我这2天测试一下，那个脸书的直播它是有问题的。但是金耀是可以用的。一般来说除非你要做直播或美颜，不然的话用到 APP 的机会，老实说是不大。好，那接下来就是阿达用 DJI Osmo Pocket 3跟 iPhone 15 Pro Max 的各种测试与对照。好，现在我们测试的是那个全向收音。那这边是海边所以风噪声非常大。那我们现在有开抗风噪，大家听看现在的表现怎样？好，现在我们开的是向前收音，大家听看一样是有开风噪的状况下，现在的收音表现怎样？好，大家现在听到的声音呢，是我用这个直接连 DJI Mac 2的一个声音。那它本身呢，除了机身内录以外，也有一键抗风噪的功能。那大家听看现在的声音表现怎么样？
现在一样是用麦克风收音，但是呢，差异就是在我加一个兔毛哦，因为这边海边风很大，那大家可以听听看，装兔毛前后哦，它的那个风噪的表现怎么样？哦，现在大家看到的是 Osmo Pocket 3所拍摄的那个一般情境景线的录影，哦，大家可以稍微了解一下。然后目前的收音呢，哦，就是用直接内建的麦克风直接收音，哦，我都没有特地调什么，就如果你完全都没设定的话，哦，大概就是这个效果，哦，那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像这样子是什么样子，哦，就是你如果拿来拍 vlog 的话，哦，那大概是会呈现什么状态？好，现在就是直接转到我的这个镜头来，那大家看一下20焦段的时候，它占我们荧幕的画面大概占比是多少？哦，有的人会说20焦段这个太宽了哦，但是我老实讲，我觉得这个焦段刚刚好哦，因为你如果再窄一点，像24的话，哦，人的脸就几乎整个都占满荧幕了，那你要拍什么？哦，其实就那个就更奇怪。那你买全人套组，它有送广角镜，但是那个广角镜认真来讲，用的机会不多啊。哦，像我之前那一组啊，还是用一用之后，那个自己不见了，因为它吸在那个保护盖内侧，你知道，所以它真的很容易不见。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哦，用这个内建麦克风，然后那个这样子来拍 vlog， 哦，这样行进间的一个感觉是怎样？好，那它方便就是我们那个一面讲，它随时都可以切，好，然后逆光。好，我现在就大逆光，啊，大逆光这样子，你看脸有没有整个黑掉？哦，我就觉得表现还不错啊。Osmo Pocket 3与 iPhone 15 Pro Max 是那个4K 60帧户外录影，那大家看一下，这样子行进间的效果是怎样？好，两个哪个你觉得比较好？都是手持哦。那接下来我会小跑一下。DJI Osmo Pocket 3与 iPhone 15 Pro Max 夜间行进间录影测试。好，现在都是机身收音，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在这种低光源环境下的录影效果。好，现在是手持前进。那接下来是小跑。DJI Osmo Pocket 3与 iPhone 15 Pro Max 夜间行进间录影，那跟刚刚的比较是差于说，我现在 Pocket 3开了一个低光源视频的一个功能，哦，那这个功能是他自己就写低光源视频哦，不是我要讲支语，哦，那现在是手持前进，比刚刚的就一般的录影有提的更亮一点，哦，接下来小跑一段，大家看一下。好，现在是夜间自拍测试，然后我同时使用 iPhone 跟 DJI Osmo Pocket 3来进行录影，然后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这样子两个比照的效果。哦。好，总结一下，这一代 Pocket 3的进度幅度相当大。我个人觉得，如果你是经常拍摄影片的影音创作者，不管你是拿来拍旅游的 Vlog，
或者说你在日常拍摄的时候当第二镜组，这一支现在表现相当不错。那在画面表现上，日拍其实我觉得并没有非常决定性的差异，对比是有比较好的。譬如说你如果是逆光的话，它的动态对比，我是觉得比前代好很多，比较不会整个黑掉。但是更大的进步还是在夜拍，明显会比二代还好。但是如果你现在已经用 iPhone 15 Pro Max 或者是像小米旗舰机这种录影本身就已经很好的旗舰机来拍摄的话，其实你把这些手机用个小手把或是用个小三轴，老实说我是觉得差异也不会太大。主要差异就变成说，你用这种拍法的话，价格就会省很多，因为三轴的话就几千块而已。那这个东西呢，全能套组都已经21000多了。但是如果要买的话，你就直接入坑全能套组，它的配件都很实用。如果你用手机拍，你应该都知道说，这样子一直拿着，其实手指头是会酸的。虽然说目前像 iPhone 15或者像小米这种机器，它其实防震能力也不错。你不要太大抖动的话，表现也都不错。这种拿法比较符合人体工学。但是呢，它的逆轴抖动还是没办法完全避免的。那也许会有问说那这种机器跟 GoPro 或者说 Insta360 的全景摄影机要选哪一个？老实说，我就觉得他们的使用情境都完全不一样。像这个就是很方便你去拍一个大景，然后沿路走。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它没办法 zoom in， 它虽然有 zoom in， 但是它是数位的，画质就会变差。那手机的话，像手机就多个镜头嘛，所以它 zoom in zoom out 相对会比较流畅一点。你像 Insta360 的话，它是保证360度无死角，你一定什么东西都拍得到。你像这种东西，可能旁边在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你站对着前面，还是一样没拍到。那另外像 Go3 的话，它是可以拿来当密录，你如果2只手都要做其他事情，那个时候 Go3 就很好用。所以并没有说哪一个设备是最好的，而是什么设备是最适合你的。所以这种东西真的是要看人的。那你像 GoPro 这种东西就真的是你要放在车子上，还是放在汽车上，还是放在脚踏车上那种极限运动，我觉得会比较好。你拿来拍 Vlog， 我觉得相对来说，它真的就没有这一台这么好用。以上就是大概我的一个简单使用心得，也提供给大家参考。我是电脑王阿达，如果喜欢这影片的，记得帮按赞、订阅与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